我知道everybody，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徐哥我们要来干嘛？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讨论过那个木杆，对，职业选手跟业余球友的差别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今天我们变铁杆，今天来讨论铁杆，对，铁杆也是职业和业余差别，对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当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很明显。对。好，那今天要讨论哪一个部分？因为其实差异的话是一定蛮大的啦，有蛮多地方的，我们就抓几个重点出来讲讲看。可以啊，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就讲，我觉得大家比较会有疑问的是那个释放吧。释放吗？因为在练习场就会看到很多球友，像上次你说，他很容易打下去，然后球很高，他出球角度就很高。对，没错。我有许多来找我的学生，他也是有这种问题，就是球飞得太高啊，然后距离出不来啊 ，slice 啊，这个大概超过80%的球友，80%的业余球友都是有这种问题的。对，他就是他的球可能距离受风的影响就会很大。因为球质相对不会这么好。对。那就来吧。来吧。好，那通常呢，我们会看到几种啊，其实跟上次我们 driver 提到的有点类似，大家其实只是换了一支球杆做一样的事情。没错。对，所以他们呢在下杆的时候，一样就是会比较习惯有机翅膀这个动作，或者说呢，像你刚刚提到的勾上来的，那这在打铁杆来讲，它就会不容易很扎实的往下去击到球嘛。对，应该这样说。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打铁杆，他的最低点就是打在这里，比较后面一点，就刚好他觉得最低点要打到球。对，因为打去之后捞上来这样。对，因为大家都会，尤其在可能一些比较初阶的球友啊，或者是一般没有特别去了解这方面的球友，他会觉得我击到球就是要打到一整颗球。对，但是我们是打到一整颗没错，可是怎么去打到一整颗？像职业球友在职业不是球友，职业选手，有职业球友，就是像钟哥他们那些职业球友，真的是职业球友，真的是职业球友，都单差点的。好，那像职业选手在击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先去击到球的上端，然后慢慢的往下吃下去。所以当我击球的时候，我会先吃到由上往下这种吃下去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挖到草皮会是在球的前方这一块。那像一般球友呢，他可能会，我要打一整颗球，但他真的是在击到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直接先打到一整颗。所以多数时候你会看到你的球痕，它有可能会在球的后方，或者说是刚好在球的位置，就不会像选手他们是在球的前方。这吃球的位置就不太一样了，那这就会造成你的球质会不太好。对，因为你打到比较后方的位置，所以你的球通常会相对的比较高，比较没有力量，然后各式各样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会打到后面？不外乎就是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，下去的时候我的手变成是勾上来的这个动作，那这个就是会造成你在下杆的时候过早释放的问题嘛。你过早释放了之后，你就会有手腕勾起来这个动作，但是就是如同上一次在木杆篇讲到的，大家会觉得，教练我的手有在动啊，为什么没有做到你想要我做的那个动作？没有做到转动，因为你的手腕有在动，没错。但如果没有看过上一集影片的人，可以这边复习一下，因为有的球友他会变成像这样子在动，手腕是用勾的，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手是旋转的这个动作。所以呢，两个动作就会有差异。那当我做旋转的时候，我在下杆延迟，然后下来要去击到球的时候呢，才做一个释放动作，延迟下来，然后从这个位置我们开始要释放回正去击到球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其实我在击到球的时候，我的手部是相对的比较领先在前面的，然后我的杆头落后在后方。
那这样才可以有助于我做一个向下击球的动作，就不会出现过早释放，然后出现捞球这个动作。所以两个打出来的球其实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当我手领先在前面延迟，然后呢手这个 release 动作做好的时候，我击到球角度变小。那我杆面角度变小的情况呢，我的出球角度就会怎么样？相对的就会比较低嘛。所以你会看到职业选手的球好像那种子弹的感觉，好像是低的出去，然后再穿上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球可以这样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距离也可以比较远？因为它的7号铁杆去击到球的角度，可能变成是6号铁，甚至夸张一点，像 BJ 那种，它是变成5号铁杆的角度那种，所以整个距离就会落差非常大。对。那一般球友的话，你变成是7号铁击下去变到8号，甚至9号，那打出来肯定就没距离了。对，7号铁打下去都还有30度左右。30度还 OK 了吧？7号铁打下去20度。谁来一个一般球友可以下去21度？你打就差不多21。我是职业球手啊！职业球友，我是职业球友啊！我是职业球友，我不是职业选手。对，所以其实这部分我觉得是一般业余球友可以去注意到的事情，就是多练习你下杆的这个动作。那怎么练习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。像是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拿那个切杆来做一个练习。大家不要觉得切杆很普通、很平凡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练习，就是像平常打切滚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怎么样？会把手固定住，然后让它往前松嘛。那我们这时候只是希望多加一个动作出现，让你的手部有一个转动的动作。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刚刚提到的，先不用转动，我们先做好固定这个，让手会先习惯在前方的位置去击到球，不要是在后方的时候让你的杆头勾过去打到球的。你看，如果我用勾过去的去打到球，球就会飞得比较高了嘛，我出球是不是就相对比较高？那如果我们是让它手领先在前面压着过去的时候，出去的球就会怎么样？出球的角度就相对低很多。那在有速度的情况下，两个落差就更大。如果我下去的时候是用勾的，你看我的球就会怎么样？跟之前影片提到一样，会往右边，然后呢弹道相对比较高。我这个出球角度是20度。那当我们手如果领先在前方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光是从投影幕上出现的弹道距离弹道就不一样，那距离也当然不同。然后发射角度是关键，像这颗发射角度就只有11度而已，所以打出来的弹道是会有落差的。那我们希望球比较不受风的影响呢，当然是希望你的出球角度不要太高，那你的距离和球质都会相对的比较好。然后呢，先透过这样的练习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先从比较近距离的，类似在打切滚球的感觉，把你的手维持好固定这个动作，固定好这个动作 ，OK， 然后呢，再慢慢的去增加一些 release 的动作，然后一样保持我是在前面，但是我的手要有一个转动，保持在前面，然后转动，不要是让它在后面，然后勾起来的。不要让它是这种感觉，然后手领先在前方，然后呢做释放转动的动作，再一次慢动作，像这样 ，OK， 好。那当你开始抓到感觉了之后呢，我们慢慢的去增加距离，把动作幅度慢慢的加大，然后打完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手，这时候有没有做到我们想要做的 release 的动作。如果当你看到你自己击完球的时候，变成像这样，其实杆面朝上，手击翅膀，其实这个时候就很明显，只要自己没有做到，正确了。所以我们希望打完的时候，
手呈现的角度会像现在这样，然后呢再过来做完整手感。如果真的还不会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请一位教练，然后呢帮你看动作。那自己练习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透过录影反复的去重复做动作，然后呢做到你感觉的越夸张，然后呢看有没有出现这个动作之后，再慢慢的去练习击到球的部分。因为你一开始做的时候，一定会很难去打到球，这是许多球友会担心的问题。因为我在改动作就是会难打到球，但这个其实不管你在职业选手身上，或者是业余球身上，都一定会发生。我要改动作，就是会容易打不到球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必经的过程。那你只要把这个动作改掉了之后，再透过练习去击得到，就是可以扎实的打到球，那没有太大问题。因为球只需要练，你就可以打得到。不管你今天做好的动作或坏的动作，你一定都可以打得到球的。所以相信我，如果你去练习正确的动作，你透过大量的练习，一定也是可以击得到球的。现在换我来练习一下。你来练习一下刚刚那个我们练习的方式。好。你看一下你这发射角度有20了，有没有？就蛮高。很高。蛮高。我们要练习低一点啊。有点，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练习要打低球，当你打习惯，你的球就不会那么高。有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在做完 release 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会呈现什么动作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。那如果他在下杆做好 release 动作之后，来继续过去，这个时候呢，职业选手会出现的动作就是会像现在这样，你的双手三角形是会维持好伸直的。但一般球友会出现什么样的动作呢？可能会是勾上来啊，或者是手臂还会有弯曲啊，甚至有的会这只手是向后拉的啊，都有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下去的时候要感觉 release， 顾名思义，就是要释放你的力量。所以当你的手臂在释放力量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你的手上拿着一颗球，你今天要把这颗球丢出去的时候，你的手会怎么样？是不是就顺势的就会放松，把它伸直了？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的动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下杆的时候我也是把力量释放掉，自然的你的手臂就会被你球杆的离心力带出去，然后就会伸直了。所以呢，多数的球友都是相反过来，我太多的力量想要把它 hold 住抓住，结果反而出现了鸡翅膀，或者是像刚刚说的手腕勾起来这些动作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练习轻松的挥杆开始。为什么很多的教学影片里面，教练都会跟大家说，你要从轻松的挥杆开始，因为你从轻松的动作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去把整个身体的力量释放掉。那你有些动作它也会比较自然的就会出现了，尤其像刚刚我们提到 release， 其实你看选手为什么可以很轻松的在打球这种样子，就是因为他在打球的时候，他其实下去的时候就是把力量释放完而已，所以你会觉得他没有出太多的力量，不像你自己看到的影片，你在影片中可能是非常用力，自己的感受也是非常用力，那整个看起来就是很紧绷的状态在打球，那选手看起来就好像很轻松的甩一下就300码，其实差异就在这边，只是他们懂得怎么去把这个力量释放掉，所以大家在检视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，你在下杆释放的时候，释放完之后你的手臂有没有伸直，有没有把力量完全的释放掉，这个会差的非常多。力量释放的感觉是什么？力量释放的感觉嘛，就是如同刚讲把球丢出去。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，就是把球杆丢出去。虽然听起来像干话，但是真的就是把球杆丢出去。所以像以前我们在练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练球的地方它蛮空旷的，就是没有网子的那种，然后它非常的宽广，都是草地，所以我们会在那边把球杆真的就是丢出去。你说这个丢出去的感觉啊？对，我们真的就把球杆丢出去，往前抛出去，就是把它往前甩出去，然后看谁可以甩得比较远。可是当然那个是小朋友
小朋友在玩耍，但是间接的他就是可以练习到你的释放动作。但因为你一般在练习场，你不可能这样干啊！你的球杆飞出去，还要跑出去捡，太尴尬了，而且你把它丢到别人就更尴尬了。总之呢，大家就是可以感觉，如同刚刚提到，像其实勋哥这2个释放就蛮好，整体就会有给我一个下杆的时候有把力量放掉的感觉，而且很松，要很松，真的很松，真的很松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我做到收杆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整个人是很放松的，不会有一个紧绷的感觉。几乎是其实蛮好的，不出力的感觉。哦，其实这种感觉蛮好的，有没有？丢出去的感觉。嗯。哇，这个就比较想出力了。那当你想出力的情况下，因为你的释放还没有这么熟练，所以你一加速度下去，你的释放时间点会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才会说你要从轻的力道慢慢的去加上去，去抓到那个感觉。这个就蛮好的。会有一点你打完之后好像就整个人放软软的这样。那一般大家也可以透过丢的感觉去练习，你可以就像在打球一样啊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丢出去，感觉你的手去释放那个力量。然后像有些人也会透过体能训练，可能练习丢药球啊这些东西，然后去抓到那个感觉。你刚刚说你刚好像有要提问被我打断了。就是假设有释放完整的话，你是说它可以很自然的停在这？对，没错。你说停下来吗？还是伸直的动作？伸直的动作。哦，有释放完，它很容易就伸直。我当时太刻意。对，所以其实像我们伸直的动作，我们真的不是这么刻意的在做出来，但是反而有时候我觉得球友他很用力的想要把手臂盯住的情况下，反而会容易出现几次棒。因为反而你力量是抓着的，反而你觉得下去都整个放掉，它很容易就可以把它伸直。那我是看都不要处理。对，你觉得把它真的就是丢掉，这样是好一点，而且你的挥杆会看起来比较轻松，流畅度也会比较好，整个协调性才会出来。准备。其实还不错，虽然还没有打很扎实，但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你球打不打得到，这个就是再练就可以了。动作有没有先做出来是重点。但好像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就是身体真的要留好，不然就会很容易去那边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身体一定要留好，所以你看职业选手他们的动作，在那击到球的时候，他的整个脊椎的角度一定是会整个维持，然后啪击出去，然后才跟着被带走啊。对，但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这样子打的，就这样打的，你身体一留好，一定先打到地板。对，很容易拿不大，所以他通常会做一个补偿的动作，就是这样转，对，要么转得很快，要么就是他身体会变往前冲。所以就会有一些，他就会觉得是不是他的身体留太久或太怎么样？其实他身体可能是好的，只是差在他的手。对啊，有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就要看依你的动作去分析。因为有的人就是身体本身，他就会做一些互补的动作，去把一个错误的动作再掩饰另外一个错误的动作，那就会变成他整个挥杆动作有非常多错误的地方。但当然，如果你可以把两个错的东西复变得正，那其实也是一个方式啊。如果你可以稳定的让球的那个击球成功率啊，然后稳定性啊，然后或者说像它的重复性如果可以很高的话，那其实也不是坏事，因为他一直做这样的动作，然后打出来的球还是可以很照他的意思，那就是他的方式了。但我觉得，但我们这边提倡标准、正确、漂亮的动作。对，因为他如果那样打，他在平地可以打到，他下场有可能就对，因为相对的失误的几率一定是会比正确动作还要高。而且我觉得
动作漂不漂亮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我们拍照才可以好看嘛。那另外一件重点是，错误的动作虽然让你打得到，但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你受伤。啊，对，对，因为像你过早释放的动作，你如果很长的去先敲到地板，会容易让你的手部有负担。对，而且你这边如果很长很痛的，你就是打太深。这边有经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有经验打太深。啊，对，非常可以等对，因为其实你做一些错动作，然后击到地板的时候，它给你回馈的那个震回来的力量，会蛮容易受伤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职业选手与业余球友最常犯的铁杆差异，大概就在这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觉得，教练我好像也很常犯某项问题，你觉得你有犯什么问题，然后你做不到，你想要了解的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绝对拍给你看，好不好？纳入题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Jack，下期见。